都安静点儿！今天这账，别再让人糊弄过去。我先说一句，鱼是大家养的，糖是大家挖的，半夜起鱼也是大家自己干的。他齐兆野不就是打个烊拼个车带着去卖吗？凭什么每车先咬一口？我家那趟黑鱼今年出的最多，最后到手还没他留不多。齐兆野这些年是辛苦，没人否认。可辛苦不是免死牌。赞养池在村里，他凭什么把全村活路攥成自己的钱袋子？就是，别把自己说的多能耐，打养、电费、人工这些都该算公班，不该再从大家鱼钱里扣。什么叫公摊？池子是我哥修的，养鸡也是我哥买的，你们现在一句公摊就想把账抹了？建川，别急，你哥以前吃进去的，我们还没让他吐干净呢。今年先把他那栏抵了。你哥今年分账归零。写的挺利索。赵爷，别把话听偏，不是不认你功劳，是大家已经看明白了，这条货路不是你一个人的功，是全村鱼撑起来的。你以前多拿了，现在吐出来，算给乡亲们一个交代。行，那我问一句，去年7月那车桂鱼半路翻洋死了37尾，谁赔的？前年冬天四南那家夜宵档拖了36天账，谁垫的？上个月那批黄骨混龟哥被压整单，谁半夜带人拆车重分的？少拿这些吓唬人，做买卖哪有不死鱼不退货的？你不也靠这些事儿给自己加价吗？说白了，你就是把大家不懂的地方全算成自己的本事。挣钱可以，责任也得一起接。谁觉得我那口差价好挣，今天就把后面的赔付、补单、账期、退货一并接走。你接，我让。接就接，难不成离了你，全村鱼就得烂塘里？齐兆野，你别把自己吹成码头的天。赵爷，路是水冲出来的，不是你一个人踩出来的。你可以不干，但不能把村里的路占成你齐家的。费叔，这话真好听，路要真是村里的，去年你孙子那车死鱼，怎么是我家赵野半夜拿钱去赔？女人家少在账桌上插嘴，男人谈事儿轮不到你抢话。账桌上敢把我男人清零，现在说我不能说话，你们不是算账，是抢东西。别动。行，明白了。你们不是嫌我拿多了，是嫌我还坐在桌上。今天不是分账，是分尸。你们想把我做出来的池子、客户、车线、账期全拆走。话别说的这么吓人，大家只是想分得公平点。你要是心里没鬼，怕什么重算？公平。从明天开始，暂养池停用，棚里打养停，夜里发车单我也不接了。你们既然当众把我踢出局，那后面这摊活谁爱接谁接。你吓唬谁呢？池子就在村边，车也跑这条线，没有你，难不成鱼还不会喘气儿了？年轻人别赌气，你今天把话收回去，这账以后还能再谈。真把池子锁了，你就是跟全村作对。账今天已经谈完了，以后谈责任。他们早串好口径了，不是临时起意。看出来了。哥，要不现在回去把账撕了，谁敢归零，我就把桌子掀了。掀桌子没用，他们敢清我零，是因为认定我舍不得停，认定鱼死了我会心软，客户骂了我会去赔，最后还得替他们把货送出去。你真打算停？不是停，是让他们看清楚，风浪大不大，鱼多不多，靠嘴喊不出来，靠谁在背后扛着。哥，他们就是吃定你不敢断，真停了，外头骂名是你的，鱼死了也是你的。骂名我不怕，怕的是我继续接，他们以后就会认定，捅了天也有人替他们补。今天棚里那几张脸我算看明白了，平时你替他们扛事儿，他们叫你赵野，一到分钱，他们就说你是吸血的中间人。明天他们真把鱼往池口一送，咱拦还是不拦？拦。规矩已经被他们砸了。这些你以前从没跟村里摊开过，说了也没用，他们只认看得见的钱，现在就让责任自己站到他们面前。你明天要真断，那3家夜宵档和2家酒楼怎么办？撤。全撤？不撤，他们还以为我在吓唬人。那我今晚把装车工攻坚先结清，把旧客户通知写好，要停就停干净，别让他们又拿句乡里乡亲把你拖回去。好。哥，你真来真的？从他们把我那一栏清零开始，就不是我来不来真的，是他们逼我必须来真的。
齐少爷，你还真敢锁！昨晚已经说了，停驰、停发、停调度。我这车鱼今夜要进思南，压100天就调标。那就别压，自己送。你这是拿全村人的活路撒气！你赚够了，现在想看大家死鱼？昨天分账的时候，你们说离了我照样卖。今天鱼在这儿，车也在这儿，你们可以开始证明了。赵爷，做人留一线，你把工人和老客户都切走，是想逼全村跪到你面前？你这话错了，我没逼谁低头，我只是把我自己的活停了。停什么停？鱼在这儿，棚在这儿，车照样能找。兄弟们，今天这车我来发，让他看看，不是只有他齐少爷能把鱼卖出去。卖出去！老董，今晚那车黑鱼取消。陈老板，黄古单停了。刘总，往后沙坪码头这边的活鲜我先不接了。你把客口都撤了，我们送过去卖给谁？思南那边只认你手里的单，怕什么？市场又不是他家开的。市场不是我家的，但账期、付证、补单、退货、赔付，以前都是我接的。你要真接得住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沙坪码头的新大盘人，别只抢桌上的肉，也接桌底下的刀。都别围着他，一个村这么多人，还真能让一个齐少爷捏住脖子。鱼是活的，路也是活的，谁有胆谁就能跑。黑鱼归黑鱼，黄骨归黄骨，先装车再说。今天谁的鱼先上车，今晚谁先见钱。别再听齐少爷那套吓人的规矩。这车要是敢发，半路就得翻。不是我咒你，是鱼已经在替你报信儿。你少在这儿装神，你不做不代表别人不会做，你越说会翻，我越要今天把它卖出去。黑鱼不能和桂鱼混层，黄骨上车前得补一次氧。尾门那几箱压得太实，2小时后先发闷，4小时后先死。不用你提醒，开车。这车不是你发的吧？鱼一到就不对，黑鱼翻肚，桂鱼蹭伤，秤还少了20多斤。谁接的货，谁给我滚过来处理！怎么会这样？不是说到那边就结钱吗？市场故意压价，他们合伙整咱们。齐少鱼不接单，老董就是故意给咱们脸色看。是你自己把鱼装死的，混层、断氧、过秤乱，这车没在半路全翻，是鱼命硬。都别慌，这事儿归根到底还是齐少爷把老客户和老路数带走了。对，他就是故意断口，故意看咱们笑话。你以前的客户名单交出来，对，把发车顺序说清楚。对，费叔，你刚在分账会上说，路是村里的，人带不走。现在车一翻，怎么又成了我把路带走了？大家现在要的是活路，不是听你翻旧账。去年思南夜宵档退单补货单，前年冬天拖欠回款记录，上个月整车压价索赔明细。名单可以给，账、赔付、退货、拖款、司机业发费，你们谁一起接？以前你们只看见赵爷每车留了多少，怎么没人看见这些单子压在家里多10年？你们要真觉得那口钱好拿，今晚就把这几本账也报回去。明天我再发一车，我就不信离了他，咱们全村人都得饿死。你可以再试，但从今天开始，谁的鱼上你的车，谁就自己想清楚，是卖鱼还是给你的嘴硬陪葬。今天先发白鱼，再变黄骨。昨天那是手生，今天我自己盯车，谁还敢说跑不顺？风浪越大，鱼越多。哥，要不要提醒一句？昨晚说过了，今天再提醒，人家只会觉得我咒他。别听那些丧气话。以前齐少爷把路掐在自己手里，大家才觉得离了他不行。今天谁先把车跑顺，往后就有话语权，谁怕，谁就一辈子给别人交差价。黑鱼和桂鱼是不是还得分虾？分什么分？当口看的是活不活，不是你摆的像不像贡品。赵爷，你看着就行。那你盯好养，风浪能让鱼多，也能让鱼死得更快。车还没进思南，箱里已经闷出味儿，一开箱黑鱼蹭伤一片。这车是不是齐少爷接的？不是他接的，我就不收。真又出事了，走。以后沙坪码头的货不经齐少爷之手，
是市场合伙压价，费九旺连2车都发死。不是市场整你们，是装车顺序反了，该先打氧的没补氧，该单装的混层，该复称的没复称。你们以为我每车多留那一点，是站在池口看热闹的钱，那是这一路不翻车的钱。分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一个村的？现在死鱼了，让大家一起担，别给我算这么细，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先把这一关过了再说。你发车时嗓门最大，赔钱时就成大家的。赵爷，要不你先帮着看看，今天这批还能不能卖？现在想起我了，你也不能真看着全村都砸手里吧？想卖货之前，先看看赵爷这些年替谁赔过钱，谁看完还觉得他赚的是轻松钱，再来跟我讲乡里乡亲。谁看完不敢签字，就别张嘴要路。白训岗最近有没有空池？有没有晚班车线能接样板货？你人要真想出来，先过来看看。齐少爷，出来说话。思南那几家夜宵档口的联系方式呢？还有以前跟你跑车的司机、装车工，你不能全带走。我带走谁了？工钱我结清，人家愿不愿意再跟你干，是他们自己的事儿。赵爷，话别说这么硬，你再有本事，也是沙坪码头出去的人。现在大家都难，你把老路子交出来，算是给村里留条命。你要是不交，那就是你先不认乡亲。分钱的时候说赵爷只是过一道手，出事的时候又说全村命都系在他身上。费叔，你们这乡情怎么只往我家要，不往你们自己账上弄？名单给你们简单，可这些账谁来背？谁背，我立刻写给谁。你别拿这些旧账吓唬人，做买卖总有风险。你把风险说的这么大，不就是想显得自己不可替代？那你就接，别一边喊风险正常，一边真赔到自己头上就说我害你。风浪越大鱼越多，这话没错，前提是你会开船，不是站岸上喊。齐少爷，你真要一点情面不留？你是要把自己从这个村里摘出去？情面我留过，你们拿我的差价说事那天，我问过赔付、补单、账期谁接，没人接。现在想起来讲情面，晚了。情面不能只在要我兜底的时候才值钱。明早跟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看新池，看新路。旧路他们要抢，就让他们自己跑。人来了，东西呢？分级册、回款表、赔付底、司机表都在。你在沙坪码头那么多年，怎么会混到被自己村里踢出去？别跟我说全是别人坏。这是按鱼种、规格、季节分的损耗表，哪类鱼过夜掉标最快，哪类鱼必须当天发，我都做了底。这是回款表，四南几家酒楼账期长短不一样，我以前都按单压着。这是赔付，死鱼退单、少斤两翻养，谁的责任？哪次是谁先垫的？签字都在。你连凌晨2点补养、4点补车的时间都记，不记清，下一次就还会出同样的错。我来不是求你给我口饭，也不是来哭沙坪欺负我，我想借你一块地方，把路重新跑起来。跑成了，大家认货；跑不成，我自己走。地方我不是不能借，但潮口集不收口头英雄。你想起盘，先做一车试货。这里没有谁是谁村里的面子，货进来先看成色，再看流程。你要真有本事，一车就能说明白。你要是来拿我地方替自己找台阶下，今天就能回。一车够了，跑不明白，10车也是废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潮口集这边负责流程的人，不吃你那套。以前我怎么干？他说不行就是不行。谁送的？我。规格没先分，不进池。来路不写清，不上秤，签字不全，不发车。你就是岑物。黑鱼里夹黄骨，黄骨里带商鱼。你这是来试货，还是来试我眼瞎？潮口集不是垃圾兜。都按你这边的规矩来。
不是按我规矩，是按这里的规矩。你过去吃过多少亏，跟这车鱼能不能进池没关系。你以前在村里也这么分？以前分得更细，只是他们看不见。看不见，不代表你可以不洗。这里每一箱都要有底，没底的货死了就是扯皮，扯皮就是烂路。那就写重量等级、起糖时间、过池时间，我都补。我原以为你会觉得麻烦，真正麻烦的从来不是鞋底。这批货一旦发出，途中翻养，到店少斤，客户退单，怎么画？进池前的商鱼混规格，我认。过池后按你们这里流程走，谁出问题谁担。至少你知道规矩不是拿来摆脸的。白纸黑字比相亲二字可靠。你在沙坪码头是不是也这么守夜？那边的人把你踢出来，不算他们胆子大，算他们眼瞎。四南那家夜宵档最难伺候，过去3个月换了3家供货。你这单要是成了，后面就不只是借池区的事儿。我知道，知道没用。车到店前别松气，很多人死就死在以为自己稳了。鱼没进客户池，谁都不算赢。放心，我还没狂到那份上。行，这单成了。东侧那块池区先给你用，晚班车线也给你留一条。但我还是那句话，池子不是送你的，路也不是白给你的。你要想在这儿起盘，就得一直跑成这样。听说他在潮口集那边跑成了第1单，还借到池子了。你别忘了，你吃的第1口鱼饭是从这条码头上来的。被全村踢出去的人，换个池子就想装爷？我没忘，所以我更清楚，谁真的养鱼，谁只想吃鱼。不是我踩着沙坪码头起盘，是你们把我从旧路上踢下来，我只好把新路跑出来。赵爷，要是按你的规矩来，货还能不能送？不是不收货，是不收没规矩的货。想上我的车，先学会把自己的名字签在责任后面。赵爷，都是一个码头出来的，前头那些话我们也是被废酒旺拱起来的。鱼真压不住了，你先给看看。看货可以，收不收另说。我们不是来闹的，真是想卖鱼。你以前不也收我们的货吗？以前你们不签字，死鱼我赔，少斤我补，客户骂我去挨。现在想进池，货要验，账要签，死损责任先划清。鱼筐打开，规格不清的不进，来路不明的不称，谁的货谁签名，签不了就原路拉回去。这几尾也算进去吧，都是一个车上来的，真分这么细，我今晚白跑。以前你们怕白跑，就让我家赵爷白赔，现在账本在这儿，谁白跑谁自己认。你这是把乡里人当贼防，鱼还没卖，就先让我们按手印儿。不是按手印儿，是担责任。想卖安稳钱，就别把烂货塞进别人车里。哥，真一点口子都不给，这些人以后还得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他们不是没路，是以前路太便宜，现在让他们负责任，他们才觉得贵。明天消息就会传回去，告诉他们，我不赌谁的活路，但这条路以后只认签字，不认嗓门。一群没骨头的东西，前脚还说跟我一起把路拿回来，后脚就去齐兆野门口排队。九王哥，昨晚老周那2筐听说收了，价也不差。价不差，
他齐少爷就是用高价先调人，等人全过去了，再把大家脖子一掐。你们看不出来？别在村里吵，要打就去市场打。他能接老董的单，你就去四南把客口抢回来。老董，齐少爷能给你的，我比他便宜2毛，都是沙坪码头的活鱼，何必让他中间再刮一层？这叫活鱼，黑鱼蹭伤，黄骨混底，桂鱼压在最底下。你拿这种货跟我谈长期，路上颠了点不影响卖，价我都让了，你还挑什么？我缺的不是便宜鱼，是能按时、按规格、按账期落地的鱼。你这车白送我，我都怕砸招牌。你别被齐少爷那套表面规矩唬住，他以前也就是从我们沙坪码头出来的。哼，人家昨天那车零死鱼、零退单，付账单比你脸都干净。你要抢客，先把鱼养活再说。齐少爷压价，这是真的。看清楚，不是不收沙坪码头的货，是不收混装货，不收蛮商货，不收嘴硬不签字的货。同样是沙坪码头的人，签字的进池，合格的发车，款今天下午已经回了。谁说压价？让他拿单子来对。以后池口就贴这个，话不用吵，单子说话。他贴几张破纸，你们就怕了？明天我继续找外头客，我就不信沙坪码头这么多鱼，非得跪在齐少爷池口求他收。少爷，你现在真是出息了。拿城里人的合同压乡里人，一条鱼还没卖，就先逼大家签卖身契。以前沙坪码头靠一句话就能跑货，现在你非要写这些东西，是怕以后认不得乡亲，还是怕自己吃差价被人查？不想签可以不卖，想卖就别拿乡情挡责任。你一个外头来的，也敢教沙坪码头的人讲规矩？我不教谁做人，我只看货。我不懂那些大规矩，我就认一条：签了以后死谁的赔谁的，什么时候给钱都清楚。哥，费叔今天算是丢脸了。他丢的不是脸，是以前那套糊涂账。协议立住了，后面才有账可算。没这张纸，他们明天还会拿乡情来堵门，那就让他们以后堵到纸上。建川，帮我塞进去，就3筐，明早就发。我爹今天进医院，家里真等钱用。没验急，不能进池。你去前门找存物。他那张脸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少一张单都不认。咱俩多少年交情，你哥以前也不是这么不近人情。就这一碗，明早我补钱。你要是不帮，我家这几筐今晚就压死了。就这一次，你把筐放最边上，明早我先补单。谁放进来的？后门钥匙在你身上。齐建川，我问你，谁放进来的？
我想着就3筐，明早补单。3筐，这一池明早要发老董的单，他要是炸了，你拿什么补？拿你那点交情，还是拿你哥的脸？这池暂封，温庭瑜单独隔离，损耗先记筹建川名下。记我可以，但别耽误整车单。你现在知道怕耽误整车单了。开后门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这车不是你一个人的？去找阿广，先补合格货，再把今晚的补养、隔离、人工记清楚。你亲自赔礼，亲自补账，这件事我不替你兜。这回你记清楚，心软没错，错的是拿别人的饭碗去心软。对不住，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以前我也没想到，现在知道了。规矩不是摆脸色，是保一车人的饭碗。心疼，心疼也得让他疼一次，不疼，他以后还会拿人情当规矩。以后后门不走货，谁来找我都一样。都睁眼看看，徐少爷这些年用的棚子、电线、水泵，哪一样不是村里的地方？他靠这个挣钱，现在翻脸不认人，还让你们去他那里签卖身契。他不是立规矩，是趁大家走投无路，把鱼价赔付资格自己手里。今天不把这个口子堵住，以后谁家鱼能不能卖，都得看他脸色。建公用暂养池，村里自己的池，村里自己的账，谁再去潮口集签他那破协议，往后就别说自己是沙坪码头的人。他们这是要把哥以前垫的钱全说成占村里便宜。他想翻旧账，就让他翻。旧账最怕的不是翻，是只翻一半。费守奎要的不是暂养池，是把人重新绑回他那张桌上。只要他能让大家相信池子是公用的，责任就又能摊给全村，钱就又能落到他们手里。那我们现在去祠堂，让他们先把话说满，话说的越满，明天账摊出来越疼。这些年谁用过池，谁拖过电费，谁让赵野先垫过补养钱，我都记着。既然他们要翻，那就翻到底。怎么，白天听不懂人话？费叔刚说完不许去，你们夜里就往齐少爷门口钻？以前跟着骂差价的时候，你嗓门不是挺大？现在齐少爷一开口要签字，你就上赶着去当孙子？他不是去当孙子，是去卖鱼。真正把人当孙子的，是你们白天让人喊口号，夜里让人守死堂。你少在这里挑拨！明天长桌算账，费守不是要翻旧账吗？让他翻。这些账要真摊出来，沙坪码头那边不少人脸上都挂不住。挂不住也得挂。规矩不是我嘴上说出来的，是一笔笔赔出来的。明天我给你腾池区外那块空地，要算就在潮口集算，这里认货也认账，谁敢闹车线，我的人拦。明天不吵架，只算账。赵爷，你把大家叫到外头来算账，是想让沙坪码头丢人？不是我叫大家丢人，是账丢在那儿太久了。今天谁觉得我占过村里便宜，谁就听完再说。少摆架子！你把人都喊到外头，不就是想让外人看笑话？潮口集看货也看账，谁怕账谁就别站着。去年7月，桂鱼翻养赔付1万2。前年冬天，四南夜宵档拖账36天，齐兆野先垫1万8。上个月黄谷混规格，半夜拆车重分，人工和补养费2600。这些都是他自己愿意垫的。做买卖不就得有投入吗？现在拿出来卖餐，谁不会？这张是你家的鱼，尾款拖了19天，客户只找齐兆野赔。你当时签过字，说回村就补，补了吗？那都多久以前的事儿了？账不怕久，怕赖。你们说我每车留一口，我今天把这一口放桌上，扣掉死鱼赔付、退货补单、夜车费用、客户拖账，剩下多少自己看。这单我记得是赵野先赔的，后来我说手头紧，拖了半个月。不是半个月，47天。不是没多拿，是不少时候还到店。账可以算，可情分不能这么算。乡里乡亲，哪能每一笔都写死？赚钱的时候你让我别按情分多拿，赔钱的时候你让我别把账写死。费叔，情分要是只管让我垫钱，那不叫情分，叫吃人。
齐少爷，你今天把大家脸都撕了，以后沙坪码头没人会真服你。我不需要他们服我，我只要他们守规矩。池子给你，车线给你，但丑话说前头，量一大，烂货、熟人、拖款都会跟着来。你要是守不住门槛，今天给你的，明天我也能收回。收得回池子，收不回规矩。这里要扩，就先扩流程，不先扩人情。这车不进，就底下几尾商鱼挑出去不就行了？你们新池刚开，就这么不给面子啊？不是几尾商鱼的问题，是你开口前已经想瞒，瞒一次，后面每车都要查你10次。炒口级没这个闲工夫。车退回去，以后想来先补记录，再排队。建川，咱们以前也一起跑过车，你现在也学你哥不认人了。以前我走过一次后门，差点炸一池鱼。今天我再认人，明天赔的不是你一家的货。这套规矩麻烦是真麻烦，可鱼进去以后，心里反倒踏实。早知道以前赵野一个人扛这么多，我们当初就不该跟着起哄。你不是说能出高价收鱼吗？明天来沙坪码头，我给你凑一批，不走齐兆野那套破规矩。好货我收，价比他高。至于剩下的，市场不要，我也没办法。今天退了3车，停了2户，明天肯定有人骂你卡脖子。骂可以，鱼进不了池，是他们自己的记录卡了自己的脖子。啊，都听见没有？人家外地老板说了，价比齐兆野那边高，今天装，今晚结。齐兆野卡你们是想让你们求他，我给你们找的是活路。这车能保活吗？昨儿齐兆野那边说黄骨不能压太久。你是信我，还是信那个把咱们往门外挡的人？他不收，是他心黑。外头市场大着呢，又不是只有他一条路。鱼压在塘里一天，少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谁能把货卖出去，谁就是帮大家。别让几张协议吓破胆。沙坪那边又有人找外地车了。我建议今天起，沙坪码头过来的货全部加一项来源确认。跟过费九旺外地车的，先停3天观察。你要是心软，坏的不是一池鱼，是这套规矩。来源确认、外车监处、尾货退回都要签，谁绕出去谁自己承担。照你们说的办。不是说今晚结吗？怎么成明天回款？人家说了，明天市场回款就结。做买卖哪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死板？明天？我的鱼等得到明天吗？你们叔侄说齐兆野吃差价，说外面价高，现在好货被挑走，烂货留给我们，尾款也没影，你替我们赔吗？费叔，这回不是齐兆野卡我们，是我们自己又信错了人。这批不进池。曾我知道错了，你先让鱼进池，私损我认。私损你认，客户认吗？整池鱼认吗？规矩不是给你出事以后补救用的。这次我给方法，不算我接货，能挑的先隔离，不能发的自己处理。谁再跟着费九旺乱跑，再想进潮口集，先停7天。齐兆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，你凭什么说谁能进池，谁不能进池？沙坪码头的鱼不是你齐家的鱼。池是潮口集的池，单是白旭港的单，客户要的是稳定货，你有权不按规矩来，我们也有权不收。一个外来的女人也敢管沙坪码头的货？我不管沙坪码头，我只管进我池里的鱼。你要是连这点都分不清，难怪2车都能发死。赵爷，我以前跟着喊过你吃差价，这次我按你的规矩来，该扣就扣，该分级就分级。我只求鱼能活着到市场。规矩不是求我的，你守货就能走，你不守，谁来求都没用。今天这批客户临时加了20箱，能不能接？池里装太够，
但不能混沙坪昨晚那批尾货，要接只接今天验过的。后端付款节点我能拆，临时加量要单独签，不和原单混杂。能接，加量归加量，账不混，货不混，责任不混。怪不得沙坪码头那帮人急，他们以前抢的是你一个人，现在抢不动的是一整套规矩。费九旺说外头价高，结果好货挑走，尾款拖着。齐昭野那边至少账写清楚。今天老周那批走得稳，听说四南那边还加了单。你们就这么没骨头？他贴张纸，你们就排队认罚？认罚也比认死鱼强。你要是能让我的鱼活着到市场，我听你的；你要是只会喊，明天别挡我排队。大家别被齐兆野吓住，他立门槛是想把咱们拆散。只要我们一条心过去谈，他不敢不收。上回一条心把他清零，结果死鱼赔钱的是我们。费叔，今天不是去谈价，是去求资格。再拖一天，塘里的鱼就掉包。你要是能赔，我们就听你的；你不赔，就别挡路。凭什么他能进，我不能进？我家鱼也活着。你前天装车时把伤鳞鱼塞进好货箱，昨晚又拒签复称，你的鱼活着，不代表你的账能活。赵爷，都是一个村的，你把门槛立这么硬，真要让一半人没饭吃？不是我让谁没饭吃，是谁自己把规矩踩烂，谁就先在门外等。今天来这里的，不是来谈乡情，是来求进场资格。这一张你们自己留，重量、等级、付款日、损耗责任都在上面，以后谁也别说账识不清。以前总嫌签字麻烦，现在才知道不签字，麻烦全落到别人身上。齐兆野，你别得意，今天他们求你，明天也能反你。会反的人，今天进不了池。客户那边加话了，以后沙坪码头来的货，只认你这边的签字，不经过你和岑务的流程，他们不收。告诉他们，认流程不认我，哪天我坏规矩也别收。这话我爱听，人会变，流程不变，货路才稳。昨晚老周那批到四南了，听说一尾没死，钱也按单子结了。齐兆野那边是麻烦，可起码麻烦在前头，跟着九旺跑，麻烦全在后头。一个个就这点出息，他齐兆野贴张纸，你们就跪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我自己跑一单大的，等钱回来，你们就知道谁才是真能把鱼卖出去的人。九旺，你现在连稳定养车都没有，上次外地小贩尾款还没结清，少拿这些吓我。齐兆野能跑白炫港，我也能跑。货是沙坪码头的货，凭什么只有他能卖？九旺，这车这么装不行，最底下几箱不补养，没到白逊港就得翻。你开你的车，少教我做事。白逊港那边有人要货，只要赶在齐兆野前头到，钱就是我的。我家那2箱你别混进去，没验货出了事儿算谁的？算谁的？钱回来先算你的。你现在怕，等别人拿钱的时候别眼红。这车谁接的？沙坪码头的好货，我价比齐兆野那边低，你们不是要量吗？今天我给你量。你这叫一车风险，混规格、断氧、尾箱压死，底水都发臭了。你拿这车来白逊港，是想让我陪你砸招牌？以前我们沙坪码头的鱼也这么卖，是不是齐兆野在外面打过招呼，不让你收我的货？以前卖的是运气，现在人家卖的是稳定。你别把自己不会做的账全推到别人身上。这是我家的鱼。九旺，你不是说赶在齐兆岩前头就能卖吗？是你断我路，没有你在外面打招呼，白熊港不会不收。我没有断你的路，是你自己把鱼装死了。你少装好人！你要是不贴那些规矩，不让他们排队签字，谁会不信我？不是他们不信你，是你的鱼替你说了实话。九旺，这车是你喊我们上的，你结账。今天沙坪货先看来路，昨晚跟过费九旺那车的全部停，没跟车提前登记的按顺序验。建川，我家鱼没上那车，就是跟他家挨着池，你别把我们也划进去。你家昨天下午登记了，鱼还在原池，能验。但如果今天验出混伤鱼，
照样退。行，按规矩来。建川，咱们都是看着你长大的，说一句就说我这批是好货，先让我进池。这批不能按好货进。你也学你哥那套，以前你可没这么硬。我以前就是太怕别人说这个，才差点把一池鱼害了。你要卖，我给你按尾货路子找低价口；你要进潮口级，就重新分。算了，现在谁还敢混？废酒旺那车几个档口都不认。尾门后3箱再查一次。昨晚废酒旺内最先死的就是尾门。我去。都查过一遍了，还查？查一遍是不出错，再查一遍是出了错能知道到谁负责。你今天没乱给口子？以前总觉得哥太硬，今天我才知道，硬不是不给人活路，是不给烂账活路。明晚白训岗你继续定。行。昨晚那批稳，零死鱼，斤两准。以后这条线能不能固定？我不要一时低价，我要天天能落地。我这边夜宵档周末要加量。以前沙坪码头那种临时凑车，我不敢接。现在你们要能稳，我可以先签3周。问他，固定可以，急单也可以，但临时加量不混原账，损耗责任提前写。晚班车超量要重新排养位，加钱也不行。活鱼不认情面，也不认加钱，账越软，鱼死得越快。这么多字，村里那些人会不会又嫌麻烦？嫌麻烦的人最容易制造麻烦，以后不怕他们嫌，只怕我们写的不够清。这套模板要是跑顺，白训岗以后不只认你这批货，还能按你这套流程接别的货。齐少爷，你这不是搭一条线，是搭一套盘。黄骨走左边那组，黑鱼走右边，你放反，尾门压力就变。你弟弟能用了，还差得远，差得远才会继续涨。以前怕事儿，现在知道怕错事，这就够了。现在一个个都学他那套，他让你们签字你们就签，他让你们排号你们就排。签字能换钱，跟你喊换死鱼，你说我该学谁？都别乱！齐少爷现在做大了，就更不能让他一个人说了算。沙坪码头的鱼，沙坪码头的人要自己做主。费叔，当初逼走齐兆约的时候，你说路是村里的，后来死鱼了，你又说客户在他手里，现在他把路跑到外面了，你又说不能让他一个人说了算，那我们到底该听哪一句？费叔，我们听你们叔侄的话，没去签齐兆野的协议，结果好货被挑走，尾款拖着。你替我们要吗？你替我们赔吗？做买卖哪有不担风险的？不能一出事儿就怪自己人。以前齐兆野担风险的时候，你说他吃差价，现在轮到我们担，你说做买卖都有风险。费叔，话不能总往你们那边便宜。你们别被齐兆野带偏，他现在就是想让你们一个个跪过去求他。求规矩不丢人，跟着你死鱼还要说是自己人，那才丢人。赵爷，村里现在乱成这样，你心里就一点不难受？村里不是今天散的，是从你们赚钱说集体赔钱推个人那天散的。如果沙坪的人都按这张表来，你真收？合格就收，不合格就等。叔，他们现在都不听了，你再开个会，把话压回去。你先把欠别人的鱼钱赔了。叔，嘴硬不能还账，你再闹下去，连费家的脸都要跟着你烂在池里。费守奎今天来了潮口集，但没拿表。他不拿，别人会拿。现在大家不是看他脸色，是看鱼能不能卖出去。明天开始，沙坪货和外村货同表排号，谁守规矩谁在前，谁闹谁在后。旧情面这次真压不住了。不是我压倒他，是市场压倒他。听说你们这边能业发，死损还能按单子算清。我们不是来占便宜，规矩怎么写，我们就怎么签。这边不是谁早来谁先进，货先验，人先签，账先落。受不了这个，就趁早掉头。就怕没人讲规矩。我们在别处吃亏，就是吃在口头账上。状态可以，商鱼单挑，尾货另走，正货进2号池。明白，尾货低价也行，只要账写清。看到没有？他现在宁可收外村人的鱼，也不先收咱们沙坪的，这就是忘本。人家外村按规矩来，我们凭什么插队？你到底站哪边？我站能让我鱼活着到市场的那边。今天不说清楚，谁都别想发车。
外村货能进，我们沙坪货凭什么排后头？齐少爷，你把本村人踢出去，倒给外人开门，这叫不叫忘本？你堵的是所有人的活路，不是我哥一个人的门。养车一停，死的不是脸面，是鱼。少吓我！以前你哥靠堵我们的路，逼我们低头，现在轮到我们堵一次，他就受不了了。这几车鱼再拖20分钟，尾箱掀翻。你们想闹可以，先把损耗责任签了。下午2点17分，潮口集东入口被人为堵塞，堵车阻拦装货，导致活鲜损耗。后面有多少死损，谁站在画面里，谁按比例赔。你要是不怕，就站稳一点，我拍清楚。你少拿手机吓唬人，我们就是想谈个公平。齐少爷现在盘子做大了，想压价就压价，想卡人就卡人，难道我们连说话都不行？小姑娘，别动不动就拿赔字吓人。大家堵在这儿不是为了闹事，是要个说法。乡里乡亲，路不能越跑越没情分。谈说法可以，先写清楚今天是谁堵路，哪几车被耽误，晚点损耗怎么算。你们不是最会讲集体吗？现在集体签字。我们排号验货签字一样没少，你们堵路，凭什么让我们的鱼赔你们赌气？这张纸我签了，我的鱼要是因为你们死了，我也按这张纸找人赔。岑务，报警备案。苏应之，把损耗责任档拿出来。齐建川，通知司机绕东口，先发已经签字的货。你敢告？你今天要是敢发车，就是不把沙坪人当人。你现在不是沙坪人，你是堵路的人。今天谁敢再碰洋馆，我第一个不让。你现在真成齐少爷养的看门狗了，连自己村里人都拦。我姓齐，所以我知道这条路是我哥一车一车赔出来的，不是你一张嘴喊出来的。你想谈，签字谈；你想闹，按损耗赔。再闹下去，赔的就是我们。今天堵路的停收7天，造成损耗的按单赔。以后谁再拿本村2个字逼我破规矩，直接拉黑。你敢把我拉黑？我再怎么说也是沙坪码头的人。沙坪码头不是免死账，守规矩的沙坪人照样进池，拿沙坪当刀的人不进。赵爷，我昨天没碰车，就是站在旁边看了一眼，怎么也停我。你站在车前拦了4分钟，监控里有。4分钟里，3号养车不养延迟，后面多耗了养平养。你要是觉得不算，可以先把养钱结了。7天后重新验货，重新签字，能不能回来看货，也看人。建川，你跟你哥说说，我们都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昨天也是被废酒旺拱起来的，谁还能一点错不犯？我以前就是这么想，才差点害了整车人。现在不是我哥硬，是这条路不能软。今天我替你说情，明天别人也要我替他说情，到最后死鱼了，又算谁的？那一点情面都没有了？情面不能用来压规矩，真要讲情面，就别把别人好不容易立起来的路再踩烂。这几天的事儿闹得不好看，可沙坪人不能散。齐少爷那边把名单卡得太死，还是得有人去谈。当初第1车死鱼谁赔了？第2车再炸谁赔了？外地小贩拖尾款谁去要回来了？费叔，你让我们一起压齐兆业，可出了事儿你替谁兜过？都是一个村的，说话别这么寒人。暂停名单里有几户今天确实来认错了，态度还算实诚。认错不是资格，先等7天。7天后重新验货，重新签字。沙坪旧路这几车死损、退单、拖款我都算出来了。潮口集这边同等重量的到手价也出来了，表面单价差不多，实际到手差1截。明天贴出去。贴给谁看？贴给那些还觉得我赚差价的人看，让他们自己看，到底是嘴硬的钱多，还是规矩的钱稳。
这还用看？你们这不还是压价吗？嘴上说规矩，最后还不是少给我们钱？是啊。看最后一栏，旧路死损缺金退货拖账扣完到手多少？新路附赠死损回款扣完到手多少？眼睛别只长在第一行，表面少2毛，最后反而多300多。我以前留的不是差价，是把你们看不见的窟窿提前堵上。现在窟窿摆在纸上，谁还要只看单价？可以继续走旧路。私表没用，账在电脑里，在回执里，也在每个人到账短信里。少拿几张破纸骗人！谁知道你们跟思南那边怎么串的？说白了，你们现在就是人多了，池子大了，想把沙坪的人全踩在脚底下。这里有每户实际到账记录，谁不信可以自己翻自己的名字。你以前带出去的那几车也在里面，死损多少，退货多少，尾款拖了多少，一笔没少。七哥，3号车复证完了，尾门后3箱重新补养，司机已经签字，流程能跑，人才留得住。以后白训港这边货进池先走模板，不走熟人脸。今晚回款节点也写进模板了，到店确认、付称确认、尾款时间，3个章缺1个，账不算完。以前觉得麻烦，现在觉得不写清楚才麻烦。认情不难，难的是有人把情当刀，专往你软处捅。以后这条路只认签字、认货、认责任。贴这些干什么？账是账，人情是人情。以前我们就是把人情当账，才越算越亏。现在人家把账算清了，我们反而看明白了。这几单都是你报的货，你叫的车，你签的名字，别再拿沙坪码头糊弄我。今天按单说话。货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村里那么多人都出了雨，你要赔找沙坪去。找沙坪？你抢客的时候说你能接盘，出事了又说找全村。费九旺，你这张嘴比死鱼还臭，你不认，我们就走市场黑名单。九旺，当初是你说能低价抢客，现在市场要追责，你不能让我们一起背。你们现在全怪我，当初要多分钱的时候，哪个不是点头的？齐少爷、清零店，哪个没站在棚里看热闹？费九旺，截货记录3次，混装记录2次，冒用货录1次，拖赔1次，永久停接。你真要把我往死里逼，我再怎么样也是沙坪的人。你现在盘子做大了，就连一口饭都不给我。我给过，第一天我问过你，赔付、补单、账期谁接？你说接。现在账来了，你又说我逼你。那你要我怎么样？跪下求你？不用跪，先把老董那边的赔款认了，把被你带坑的几户尾款补清，把冒用我货路的事儿写明白。写完之后，你的鱼不进池，但你家里其他守规矩的人可以重新排队。我当初是为了全村，不是为了自己。为了全村，就不该让不会开船的人去抢船。你是长辈，你明知道九旺什么性子，还把大家往他那边推。你让我们跟着闹，现在市场追责，你说是九旺自己的事儿。费叔，你这全村怎么一到赔钱就散了？你这一下，沙坪那帮旧脸面彻底没用了。不是脸面没用，是脸面不能再抵账。思南3家结清，外村2家预付，沙坪观察期内6户没有1户拖欠。好，今天把长期单发出去。哥，思南那边确认了，今晚3车全按样板价结，明天还加1车，按规矩结，不抢不乱，不赊口头账。知道。现在谁在跟我讲情面？我先让他签字。正货进池，商鱼走尾货。下一个。明白，该怎么记就怎么记。以前他们怕签字，是怕责任落自己头上；现在他们抢着签，是怕没资格上车。规矩立住以后，不是我管他们，是这条路自己管他们。叔，难道就这么看着他一直压我们？不是他压我们，是我们自己把上桌的资格弄没了。不用提醒，那天要不是他们把我清零，我可能还会在旧棚里替他们补一辈子窟窿。那现在呢？
现在他不是委屈，是第一笔启动账。清零那天旧路结束，今天新路成了。赵爷，以前的事儿是我们不懂，往后按你的规矩来，不是按我的规矩，是按这条路的规矩。